이 개혁 그리고 특히 이제 중국의 잠재 성장률과 그리고 정상 성장률 아니면 적정 성장률에 관해서 아마 말씀을 많이 하실 것 같습니다. Professor Pan, please. 박수로 환영해 주시죠.好，谢谢朴总长，谢谢金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我们这次的理解中国的会议，见到了很多我们韩国的老朋友、新朋友我们也非常希望听取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希望在座的很多专家学者，我们韩国研究中国的同事们能够对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提出你们的看法我们将从你们的讨论当中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今天我呢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吧，中国的挑战和展望，也谈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的问题。刚才林教授呢从国际经济环境、从国际经济周期，从发展这个长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角度呢谈了这个问题。那我呢，我想从中国经济的国内周期的角度，再把这问题再讨论讨论，然后呢讨论讨论我们呢还具有哪些潜力，怎么发挥这些潜力，如果有时间呢，再讨论一些可能的一些重大挑战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现在议论比较多的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从这现状当中呢来看潜力，看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看我们未来的增长这个从现在的发展阶段看我们未来增长的潜力。刚才林教授说我们我们的人均 GDP 增长2022年可能达到12000美元，在我看来呢恐怕会更快一点，因为我们12年年底由于人民币升值，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到了6000美元。但是即使到了12000美元呢，我现在我觉得我们世界银行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高收入，什么是中等收入，因为现在我们的参照系已经变了。发达国家现在是6万亿美元，现在连新加坡都是5万多亿美元的人均 GDP 了，中国只有6000美元。就现在而言，在世界上仍然属于低收入，还没进入真正的中等收入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把2万美元作为中等收入这个坎儿，因为这个什么是高什么是低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比较问题。更重要呢，还不是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我们的工业化率现在其实只有65%，也就是说还有30%到35%的劳动力是农民。我们定义农民不是定义他人在农村就是农民，而是人在农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为农民。这个数字实际上还有30%到35%，尽管中国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有时间的话，我们要讨论讨论，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出来？怎么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了？这里面有城市化的问题。那么再看城市化率，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2%，也就是还有将近50%的人口住在农村，他们将进入城市，他们正在进入城市。我们可以用这个情况来比较比较我们韩国的情况，据说现在韩国的农民已经只剩下不到6%、
5%左右的劳动力，啊，韩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90%左右。那想想这个差距，跟发达国家的还有其他发达国家比。另外呢，我们70%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阶层。这个70%当中呢，一半是农民，刚才说的30%到35%的劳动力是农民，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呢，只有城里人的1/3、1/4，城里的平均劳动力收入的1/3、1/4，而农民的收入只有农民工的1/2，甚至1/3。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收入差距，当然它会引起社会问题，啊，这个阶段也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但是这种收入差距提供了人们增长，追求更高收入的这样的动力。然后中国呢，也是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完，因为工资比较低，利润比较高，因为各种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社保体制等等问题，现在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储蓄率很高是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因为你储蓄率高，必须投资必须高，你才能够使国内国外的平衡不出现大的问题，不出现大量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积累。但是呢，有这样的资本积累，有这样的储蓄，毕竟是发展的条件，毕竟能够使增长率的潜力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从劳动力的角度，从资本的角度，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属于一个中低收入吧，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应该说仍然酝酿着巨大的增长的潜力。那么这个潜力会导致多高的增长呢？对吧？那么是不是中国现在像有人说的，就从过去的高增长，到了一个中低增长的一个水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说我们得先讨论什么是高增长，什么是低增长的问题。这个图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红的线呢是通货膨胀，蓝的线呢是增长率 ，GDP 的增长速度。从这张图，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说法，中国经济从2位数的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低收入、低增长阶段。那这个说法里边呢，我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从这张图里就能看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过去30年30年并不都是2位数增长，平均是接近2位数9点几的增长，但是这个平均呢，有很多是属于，因为它有一些阶段是高增长，那一下子拉到14%，比如说有2个阶段到了14%。那么事实情况是，多数的年份不是2位数，多数的年份是1位数的增长，中间从90年代中期到2004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增长速度也就是6%、7%。而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红线，那个通货膨胀率，还有通货紧缩，它在那个0的下面，负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2位数的增长也并不是中国的常态，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看看这2位数的增长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说80年代之前，80年代之前通货膨胀率，不说90年代之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股市，没有楼市，中国那个时候一切货币增多经济过热都体现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上。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呢，中国逐步发展起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个时候呢，经济的过热、通货膨胀、货币增多等等，就体现在方方面面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增长 GDP 的增长率，只要超过9%，一定开始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不是2%、3%像现在这样的通货膨胀，而是5%、6%、8%。它尽管不是20%几了，仍然是8%的通货膨胀。一旦超过10%，真正进入2位数，
一定是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2位数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是过热增长，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高增长。而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在这种高增长的时代，采取了很多政策，都是想把这个增长速度压下去，啊，压到一个相对正常的速度。那么什么是正常增长速度呢？什么是我们经济学当中所说的潜在增长率呢？要回到我们刚才前面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个概念呢，啊，那么我们看到超过9%就是通货膨胀，低于7%，刚才我们看到那个90年代后期那种情况，又有通货紧缩。那么这恰恰说明了，从中国经济内部的波动循环的角度来看，7%到9%之间8%左右的一个增长速度，正是中国的正常增长速度，也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应该追求的一种增长速度，啊。那么因此呢，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的高增长、过热增长，回归到或者是恢复到正常增长的情况。而过去这几年的情况呢，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啊，05到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过热，那个背景呢是全世界的泡沫。09到10呢，中国又经历了一个泡沫，当时08年时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整，啊，这宏观调控啊，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08年底呢，世界金融危机来了，中国政府呢采取一个大的刺激计划，这个刺激计划呢有点过大了，在一定意义上比世界各国的力度都要大一点。那么这一下呢，把经济又给刺激起来了。09年、10年又经历了一段过热，增长速度到了12%，当时。那么在这之后呢，就采取了调控政策，从扩张变成紧缩，这样的增长速度就逐步的回落到现在的这个7.5左右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也许相对于正常增长速度会低一点，因为调整嘛，总会有一个深度调整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呢，开始企稳，开始回升，今年也许是7.5%以上的一个水平，明年也许就8%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中国经济正在回归的是一个正常的增长，而这个增长在全世界比较起来仍然是一个高增长。这个高增长也许是符合这8%的增长，也许是符合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目前的水平。也许再过2年是7%左右是正常增长，再过几年是6%左右正常增长，但是仍然都属于正常的高增长，仍然不是一个所谓低增长。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本身的这种波动性啊，周期性的这种因素，看到这个什么是中国可持续的正常的增长速度的话，我觉得现在实现8%左右的增长，今后几年，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在8%的增长，对中国是个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对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包括国外投资的各种企业，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啊，一个稳定的增长对所有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啊，应该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增长的环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目前的增长的潜力和增长的正常状态。那么下面要讨论的是呢，怎么才能够把这些潜力能够发挥出来？这里面呢要做的事情就多了，啊，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要做正确的事情，要不犯错误，啊，才能够使一个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下去。而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和要不犯错误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我也不可能穷尽它。那么这儿呢，只想讲几个重要的。第一呢，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这概念就更大一点了，就不仅仅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也包括如何不出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啊，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要重视的问题。你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稳定，可能很多问题都谈不上了，
啊，连周期都谈不上了，而是跌出了啊正常发展的轨迹了。然后呢，第二个重要因素呢，就是发展教育、发展科研。这个呢，不言而喻，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啊。中国经济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达到高科技的水平等等，最基本的是我们那些增长的要素还是一些低水平的要素。刚才说了70%的是低收入阶层，其实另外还有一个70%的概念，就是70%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如何使劳动力这个重要的因素能够提高它的水平，能够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更多的潜力和能力，这是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情。第三方面呢，就是继续开放市场，继续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利用世界市场，利用世界的各种知识，利用各种知识的外溢，来使我们中国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真正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当中能够实现自己的增长。那么最后呢，一个因素呢，这个就是得加速改革我把它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下面要接着就讲一讲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期盼着这个中国共产党18届3中全会会出现什么样一个改革的方案。现在应该说呢，方方面面都在为这个方案在做工作。有起草小组在起草，征求了300多家机构的，包括各级政府的建议和意见。那么现在呢，开始初稿，开始在征询大家的意见。那么大家也有很多期待。那我也不知道3中全会会出现什么样的改革，但是呢，就目前来看，我想比较有共识会进行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概会包含以下的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的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减少各种审批权，更多的发挥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性，在微观层面上，这个减少政府的干预。这一点呢，新政府上台以后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应该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那么相信3中全会呢，作为一个党的决议呢，它会对这方面有更大的推动。这个是中国现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2 minutes, 3 minutes。第二方面呢，就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这个鼓励竞争，减少垄断。也许大家会提问题，就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点我确实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的改革会有重大的措施？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会有新的措施来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产业。最近呢，铁路开始对私人资本投资开始开放，这也是一些新的迹象，这个表明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金融改革，利率的自由化，应该说是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资本的管制进一步放松，汇率进一步灵活，这个等等这方面呢，在金融更多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那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现在不仅具有社会共识，而且是社会正在呼吁要加速进行的改革方方面面这个有很多问题。但是呢，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要建立和完善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件事情是肯定是要加速做的，也是这个政府承诺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这个农村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么
税收体系的改革，包括房产税的实施，这些大家都在议论，很可能呢，针对现在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实行环境税，可能不是碳税了，而是环境税，针对各种排放物加以更多的控制。那么这块儿没有讲到的，而是没有列出来，但是非常重要的，跟农村改革也有关系，跟政府改革也有关系的一个重要事情呢，就是新兴城市化的发展，会涉及方方面面，公共保障制度、政府服务的保障制度、政府提供服务的各种制度和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方方面面的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这个呢正在进行，有些东西呢正在进行试点，但是相信呢，这会成为下阶段改革围绕的一个重心。改革围绕有若干个重心，但是这会是一个重心，围绕农民进城，围绕城市化，围绕土地制度。那么中国很多体制都需要进行改革。大家都知道，制度是增长的一个软要素，它不是投资，它不是劳动力，但是制度的改进，它释放效率，它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因此呢，很多人过去呢曾经怀疑过，说中国好像制度改革都差不多了，是不是以后就没有制度红利了？中国的增长这个因素是不是就会减弱了？在我看来呢，其实不是，中国需要改的制度还太多，中国现存的制度所抑制的那种经济的效率，那个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能够加速进行下一轮的体制改革，释放出这些效率，释放出这些资源配置能够达到的这种经济效果，那么对中国的增长，不仅它使社会更加和谐，它也使增长具有更大的动力。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一些问题我就不讲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改革尽管也许我们很多人的期望值很高，方方面面呢，的约束呢实际上很大，是吧？困难很多，可能不一定这一次都能够实现很多的大家预期的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能够预期到的改革，也会使中国释放出新的改革制度红利，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中国经济还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正常的高增长，而不是过热的高增长。一个稳定的高增长，一个正常的高增长，它的效率更高，它的质量更好，也更可持续。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